公司的事儿我都已经处理完了，包氏集团现在由我做主。哦，对了，我去看过安迪了，我还向他求了婚了，可惜啊，人家没答应。不过不管他答不答应，我都会陪着他，直到他解开心结为止。我认定他了。可能您还是会不太同意，不过总比找一个不喜欢的人相互折磨、相互猜忌着过日子要强吧。这辈子我非他不娶。哎呀，你说怎么办呢？您这儿子又不听话了，是吧？您是不是特别想打我，想骂我？那您就赶紧醒过来，听见没有，小老太太？医生也说了，您这病情现在越来越稳定了，随时都有可能醒过来，那就别耗着了，再耽误了过年。妈，我想你。以前总是嫌你唠叨，可是现在一回家就自己一个人空落落的，连点动静都没有，还真不习惯。哎，阿明，我妈。包总，哟，包总，包总来了。包总，包总，小老太太，咳嗽2宿，真把我给吓坏了。儿子，这些天发生的事，我都知道了，让你受苦了。你说他们跟你说这干嘛呀？没事儿，我就是没想到能提前这么多年掌管家业，能提前看到这一天，心里很安慰。我也没有想到，你爸爸会选择退出。我也没想到，只能说他对于我，对于这个家庭还留有情面。不过他这么一闹也挺好的，该清理的都清理干净了。儿子，有件事，你要跟妈妈说实话。您说，那天晚上我出事，你爸爸截图给我，在短短的时间里，咱们包氏损失了5、6千万。那天晚上，是不是安迪直接上手狙击的，让我们包家损失惨重？不是。你确定？不要为了包庇他，粉饰太平。
我发誓，那天晚上我跟他在一起。如果海外账户出现问题，应该是我爸搞的鬼，跟安迪没关系。你就没有想到，你爸爸跟他联手？不可能！哎呦妈呀！你说你刚刚醒过来，能别胡思乱想吗？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您出事到现在，我过得挺难的，我爸也没少给我出难题。是安迪搬出了魏国强，才让我爸投鼠忌器，我才有了反败为胜的机会。他为了你，搬出了他爸爸。是啊，妈，这段时间幸亏有安迪陪着我，我才能捋清思绪，控制好局面。也是因为安迪，我才没有迷失掉自己，才没有成为一个不择手段的人。妈，我想象不到，如果这段时间没有安迪陪着我，我能不能坚持住？所以妈，我爱安迪，我没有选错人，我离不开他了，我会信任他、尊重他、爱护他一辈子。我要见安迪。你妈要见我，对呀，可是经历之前的事情，我觉得你妈不会对我有好感的。别这么想。你看老太太好不容易醒过来，不是，既然她主动想见你，那咱给她一次机会，行吗？就当为我。我知道，就是有点紧张。没事。我知道了。有人敲门，不跟你说了。来了。妈，为什么要送我花？这花可不是送给你的哦，是送给小包总的。哦，不对，人家现在已经是包总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我跟他也算是生意上的伙伴呀。你帮我把这花送给他，祝他站稳脚跟。你消息够灵通啊！不过我这束花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义哟。什么意义啊？我这个花呢是定金，你要是收下了，我就当你答应了。一束花而已，哪有那么多的名堂啊？我就是不希望你那么早当包太太。你说你这么优秀的女人，整天围着灶台转，忙老公忙孩子，那实在是太可惜了。不如你过来给我当顾问呢？我可以答应你不那么快当包太太，但我为什么要给你当顾问呢？我最近拉了几个朋友做了一个基金，我知道这种小打小闹的东西你不会感兴趣的，所以没有打算让你入股，意思当个顾问就好了。我已经拉了几个不错的项目了呢，你帮忙看看，给点意见，不会耽误你太多时间的。你现在真的越来越会做生意了啊！这么低成本的一束花，却要我那么高的回报，我考虑考虑。安迪，我知道你是最爱我的。安迪，我知道你最爱我的。你这样真的好可爱。那你收不收呀？好吧，有什么我能帮你的，尽管跟我说。知道你最好了。不过呀，我是会给你回报的，不会亏待你的哦。而且，我要送你一个八卦当红利。什么八卦？王百川发财了。我好像听说啊，他现在在一个什么公司做经理人，如果发展好的话呢，年收入100万哦。那这真是个好消息啊！樊大姐总算是熬出头了。你不是最关心樊大姐了吗？这个八卦算是有价值吧？我觉得很奇怪，别人都是真心关心人，可是什么到你这儿呢，都成了八卦资讯了。不跟你说了，我先走了。
你慢慢整你的花吧。你这个花真的很难拆。妈，安迪来了。宝宝，你先出去。谢谢你能来。说心里话，我儿子那么爱你，我对你的心情很复杂。你的出身背景，我没办法放心让我儿子跟你交往。宝宝他爸曾经跟我对簿公堂，我知道被揭伤疤是什么滋味。可我还依然这样对你，我只是为了儿子，给他把关，找一位好媳妇，我却忽略了你的感受。还有那天晚上，宝宝他爸爸跟我说，你让我们包氏损失了很多钱，我连想都没想，就相信了他。现在想想，我不光刺痛了你，也误解了你。我非常的抱歉，对不起。其实这件事情，我也有错。我当时太激动，太偏激了。我也应该跟你说抱歉。谢谢，你能原谅我。我说的这一切，不是在为自己辩解，我就是希望你能理解我。过去我所做的一切，并非恶意。我知道，我儿子爱你。我想，他不愿意让我们继续针锋相对吧？可是，你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世，您不反对我们交往吗？如果是在我生病之前，我一定会反对到底。可我从生死线上走过来，把以前看不开的都看开了，放不下的也都放下了。我这辈子争强好胜，算计了一辈子，到头来两败俱伤啊！人生的路还那么漫长，不是你能算计得来的。就算你再聪明，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。比起不知道的未来，活好当下才是最重要的。我要是早悟到这一点，果断放手，我和包包他爸爸就不会是今天这个下场了。我儿子爱你，你也爱他，这比什么都好，
至于你们结不结婚，生不生孩子，我已经管不了了。唉，只要你们两个能在一起，开开心心的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谢谢。其实这段时间，我的邻居们都发生了一些事情，可是正因为这样，才让我意识到，有时候人的关心多少都会夹杂着一些干涉，这两者之间是很难分清界限的。不仅父母会干涉儿女，儿女也会干涉父母，就连我也会不经意间去干涉包子。因为我在乎他，所以我更想保护他，希望他能够按照我的想法去行事。过去我都不懂这些，所以我才会愤怒，才会冲动。可现在我明白了。当然，我现在依然不希望别人干涉我的生活。可至少，现在我懂你。谢谢，你这么坦诚。我听包包说，他向你求婚了。不过我还没有做好要结婚的准备。但是有一点，我可以保证，我是真的很爱他。哎呀，我怎么哭了？其实过去的我很自我封闭，总觉得自己会孤老一辈子。但是现在，我更愿意为了他，试着去相信，去改变，甚至去想象属于我们的未来。谢谢你这么爱我儿子，也谢谢你这段时间为他做的一切。我曾经担心他一厢情愿，可我现在才知道，你们这么相爱。我现在放心把我儿子交给你了。所以，我们算是和解了。和解了。我妈跟你说什么了？不好的消息，有多不好？他说让我照顾你一辈子。哦，那你是怎么回答的呢？我说这样我会累死的。觉得今天饭有点不对劲。是呀，一直在房间里不出来，叫他吃饭他也不出来，我觉得有点奇怪。他今天不是跟王帅哥说什么买房去吗？能不能是因为什么别的事儿啊？要不咱俩去看看他去？看看吧。走。
樊姐，樊姐，我们进来了。整个售楼处那么多人，他当着那么多人面跟我说做不了主，你做不了主，你早说呀，非得等我人到那儿了，身份证都给人家了，跟我说做不了主。我早知道这么没有主见，什么都听他妈的。我刚开始就不该指望他。樊姐，你别难受了，也许王总他也有点苦衷呢。我不是难受，我是心寒。我知道他有苦衷。你在上海，你出来打工，谁没有苦衷啊？我陪他在上海苦苦的熬了这么久，再难我都没有放弃过。他开公司，我帮他打理琐事，我帮他面试员工。他公司破产了，我给他介绍人脉，我还鼓励他重新开始。我不是没有付出啊，我也没有斤斤计较。所有他想要的东西，我都会不顾一切的帮他去实现。可是我想要的呢？怎么我想要的就这么难呢？樊姐，你别哭了。其实那个应勤的房子上也没写我的名字，真的。其实他不写你名字没关系的。你想啊，如果他有一心的话，他就算写了你名字，到时候他还是有办法把那房子弄走的。但他如果爱你的话，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的，对吧？不一样。你们那个房子是应勤自己全款买的，王百川这个房子他只是交了首付，我以后会跟他一起还贷款的。他明明知道我家里什么情况，他知道我有多渴望这个房子，我有多想要一个家，可就这样对我。我跟你说，房产证上那个樊胜美那3个字，它不只是一个名字，它是对我爱情的一个保障，是对我未来的婚姻一个安全感。怎么就那么难呢？樊姐，我觉得王帅哥是真心喜欢你，真的能看出来他很爱你的。就算他房子写不了你的名字，但他在心里肯定这房子是属于你2个人的。是啊，樊姐，这很多事情都可以慢慢商量的。我觉得呢，您可以跟王总先把婚期定下来，这样王总的父母就看到咱们的诚意了，也许他就会同意了呢。你们都是幸福家庭里长大的孩子，我跟你们不一样。我知道现实跟理想差距有多大。从小到大，我家都不是我的家，那家是我爸妈，是我哥嫂的家。我在上海打拼那么久，为了什么？我不就想有一个自己的家吗？我哪怕这个家小一点儿，地方偏一点没关系啊，它是属于我的，我可以堂堂正正的住在那里面。我不怕有一天房东跟我说要涨这个房租，我交不起，我也不怕有一天被人赶出去，对吧？我不用担心我有一天会一个人在大街上流浪，我孤苦伶仃的没人管。我怎么这么难啊？一个男人要跟你结婚，他连这样一个保障，这么一个安全感都不给你，我还指望他什么呀？我，樊姐，不管你在哪儿，你都可以来我家，我的家就是你的家，你可以一直住下去。我也是，就算我跟应勤结婚了，以后生孩子了，只要你肯来，住多久就行。你就是我亲姐姐，我的家就是你的家。